好，三记者。点燃、自燃、复燃、助燃，欲望最易燃，犯罪、赎罪、灭罪、丑恶是原罪。遐想、狂想、假想、妄想，难抵挡梦想。思念、一念、执念，既不愧信念。漩涡中现有种力量，昔日繁华变荒诞，烈火里的黑暗，用这门集结。越过它烧不尽谎言，难救除非许下真相降临。人间世界，所有我所有罪，随便或者剩下黑灰。不必记得，我们坚毅的脸，傲慢而志在天地间。我们从未失手，守护你的伤口，用力吹散邪恶迷雾。我与寻仙交手，没有任何借口，用力追赶烟火迷雾。Ignite your fire, fire, fire. Ignite your fire, fire, fire. 爸妈，我终于进入火碉处了。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查到真相的。等我好消息吧。你好，三记者。没这么说，不需要我教你吧？三记者。喂，徐医生，不好意思，我打错了，徐医生，不好意思啊。真想跟他在下边团聚啊！敢在我们的地盘上装监控，说还在那儿装了监控？没有了。删。删干净。你一个记者，不被分的吗？接着删。删干净了。手机里边有备份吗？打开。
报警电话：星河路星河小区疑似发生劫持事件，目标位置21号楼8楼802室，嫌疑人身份目前未知，是否携带危险武器，情况未知。省队，A 组拒接受已就位。报告省队 ，B 组拒接受已就位。注意观察，随时汇报情况。是。省队，报案人提供的信息验证过了，是真的。被绑架者前2天来过我们队里报案，控告韩佩故意杀人。警察同志，我们家魏康肯定是被人故意烧死的，他就是要帮他的一个病人作证，得罪了韩佩。你先别太激动，你先稳定一下情绪。你刚刚说的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掌柜，带人留在这儿，我请，跟我走。是。沈队，客厅拉着窗帘，厨房和卧室都没有人。待命。是。哥们儿，开门！我知道你在家呢啊！大早起来折腾什么呢啊？这叮咣叮咣，让不让人睡啊啊？开门！大早起来不睡觉，你干嘛呢啊？折腾，先把门开开！不好意思啊。刚才把椅子踢翻了，凳有点大，不好意思。什么打扰了啊？先把门开开！你知道我昨晚加班到几点吗？啊，我2点才回来。这折腾，早上起来让不让人睡啊？啊！你先开门！听见了吗？警察同志，咱们都别演戏了，好吗？让你的人赶紧滚！听明白了吗？哥们儿，你替别人干这种活儿不容易吧？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这活儿替韩佩干的吧？你说那人我不认识。哥们儿，你有几条命啊？我跟你说，你现在事儿还不大，回头还来得及。你想你的家人，你家人要知道这些事儿，得多着急啊，是不是啊？支队，抓一桶有炸弹，刚刚发生了爆炸。听见了吗？听清楚没有？现在让你们的人去看看窗口。走。呀！狙击小组注意，一旦有机会击毙嫌犯，立刻开枪。狙击小组收到。现在把窗帘拉开，去吧，慢慢的把窗帘拉开，对，拉开，再拉开。
人质脖子上被绑了炸弹，王菲躲在人质身后，不具备狙击条件。看到了吗？他脖子上这颗和刚才炸掉的那颗威力是一样的。现在给我听清楚，马上给我备辆车，让你们所有的人都给我滚远些！车好说，你别冲动，我们现在撤。通知消防和排炮到场，撤！把窗帘拉上。找死！小牛，收拾好东西，找技术科的人恢复数据。是。当时我们俩在这个位置，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应该在这儿，他这个窗户是那儿，所以当时他们俩应该是在这个位置。那我们狙击手就布控在这儿和这儿，他们就应该会出现在。沈队，消防就位，辛苦了。沈队，车准备好了。好，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他们留在这儿。报告沈队，有新情况，绑匪举起了一节燃气管。燃气管？所有人注意，不得开枪。狙击小组收到。沈队，我们现在怎么办？这样，联系天然气公司，阻断这栋楼的天然气供应，等浓度降下来再想办法。快去！是。我有更快的方案可以击毙他。你是消防支队火调处参谋许东升。刑侦大队沈野。我刚才一直在现场，情况都已经了解了。根据物业提供的户型图、厨房挑高，还有天然气流量等相关数据，我计算过，继续加大天然气的供应，超过爆炸的极限才是最快的方案。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沈队，有新情况，绑匪开启了炸弹倒计时，10分钟。抓紧时间！报告沈队，劫匪在挑衅我们。我建议立刻联系天然气的公司，把天然气的压力调到最大，然后同步我实时的数据，等到超过爆炸极限，我会立刻告诉你。行，就按你说的来。黄金，去安排，抓紧疏散小区人群。是。这是户型图。快走，快走，大家快走，有需靠你，往门口走，快走，快走，快走！呼叫沈队，已经开始给天然气增压。狙击手，倒计时还有多久？报告沈队，还有5分钟。快，注意安全！沈队，立即撤下地，敌军撤离完毕。现在可以了。
东贵，把车开过来。狙击手随时准备射击。狙击小组收到。车已经开过来了，就在楼下，你看看符不符合你的要求？报告省队，目标已被击毙。排爆。是。报告省队，炸弹是假的，人质安全。辛苦了，小怪，带人上，是，走。幸亏有你啊，许参谋，多谢配合。哎，对了，你怎么知道被绑的人叫孙岭啊？因为是我报的案。怪不得呀。哎，你跟他什么关系啊？算是认识吧。好，那一会儿还得辛苦你一趟，去队里做个笔录。没问题，一会儿见。陈队，孙林电脑里的数据恢复好了，报。找死了！你慢点开行吗？看把你吓的。这儿，咱俩一块儿去扫墓，爸一定非常高兴。从小爸就偏爱你，可到最后他走的时候，你都不想回来看他一眼。我不在，不是正好给你让位置吗？你以为这个位置这么好做吗？就要经营家里面的工厂，也要帮爸收拾他的烂摊子。现在的钱可是非常难赚的，不是你这种公寓律师能理解的。是你根本不理解公寓律师，跟韩坤一样。我不管怎么说，这次你答应我的事情，你必须要兑现。你干嘛非要这么做呢？那韩坤对妈做了什么，你不清楚吗？哦，我走之后你就出国了，这么多年你都想不起来回来看妈一眼，现在就想起来把妈的骨灰要带走，你可真是个孝顺的好儿子啊！那谁知道你把妈和韩坤葬一起啊？他们本来就是夫妻啊，刚好咱爸走的时候，你一句话也不问，一件事也不做，你现在有什么权利来抱怨我？韩佩，我们从小就是这样，我们聊过多少次了，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只好把妈带走，别的事跟我没关系。
什么叫跟你没关系？这么多年，一直是我这个当哥的在惦记着你，现在就剩那么个了了。怎么着？你连你这个亲哥都不想认了吗？你可别忘了，当年坐牢的那个人，我是韩佩。哎，出门口干嘛呢？进来呀！吴大，我们可以向检察院申请批捕韩佩了。这次的劫持案其实可以和216火灾案并案处理。经过指纹对比，被击毙的绑匪陈光就是216火灾案中的纵火者，而受害人孙玲也是216火灾案中死者魏康的妻子。根据他醒来后的陈述，韩佩因为不满孙玲一直在调查魏康的死因，所以有充分的作案动机。你不会不知道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只证明了韩佩的动机，并非犯罪行为，这一点我知道。我们在孙玲的电脑里面找到了一段带有音频的录像，里面的内容足以证明了这2起案件都是由韩佩计划、陈光执行。那就是说韩佩想杀人灭口。没错，武大。证据确凿了，还不撇啊？哟，什么意思？之前我拦着你了？我哪能这么说呀？咱们能走到今天，那都是靠您的带领啊！贫吧。嘿嘿。过来拿资料，递检察院。满意了？谢谢武大。批捕录第一时间告诉你，怎么样？抓捕有没有把握？那我出马，您就放心吧。行吧，那就别杵这儿了。等你好消息啊。嗯。喂，是我。娟儿，我想问问你，如果有一天有人想害我，我需要你这个大律师来救我一命，你会救吗？咱俩是亲兄弟，我需要避嫌。韩佩指使陈光杀害了魏某。检察院批了。出发。快停车！快下车！不是，坐。
赵处啊，不用忙了。哎呀，这赵处啊是教给别人听的，屋里就咱爷儿俩，叫赵叔啊，还是叫赵处吧。你小子啊最近干得不错啊，都立了2等功了。我要不立功的话，也站不到这儿。其实啊，你在大队那边干得挺好的，那边也需要你，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但我更想在支队火疗处发光。当然了，这次多亏了彭志，要不然我也不能在这儿，在您手下干活。好啊，既然来了，就好好干啊。工作的事您放心，只不过有一点，不行啊。我这还没说什么事儿呢，你就说不行？不用听，档案室你不许进。如果需要什么资料，给我打报告，我让毛毛拿给你。为什么？不为什么。过去的调查报告你也不用再看了，一清二楚，是意外。这次的216案和我家的旧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差点被定性成意外。董正啊，多少次了，但凡碰到一个热水器起火的案子，你都要第一时间冲到现场去。其实你心里很清楚，绝大多数都是意外，是不排除个别的人为，但你总不能碰到一个人为的热水器起火的案子，你就要闹一次旧案有问题吧？魏康是在即将出庭作证，做出对韩氏集团不利的证词时被杀害的，而且韩氏集团刚好有热水器的制造业。够了，许同生，事情过去18年了，重要的是往前看。我想啊，你爸妈如果现在在这儿，他们希望的也一定是你好好的活着。我也希望你能更专注于现在的本职工作。我爸当年是不是调查过韩氏集团？你就别瞎想了。哎，老赵，哦，彭志，彭志，你来了，有什么指示？晨兴路隧道那边发生了一起重大的交通事故，有人死亡，你派人支援一下。好，公安那边非常重视，刚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非常着急，车主身份敏感，叫韩佩。韩佩，我知道了，我马上安排。抓紧吧。好。讲理啊，晨兴路隧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你叫上麦子，你们俩赶紧去一趟。哎，你站住！干什么去？我刚搬过来，回去收个东西。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啊！沈队，什么情况？事发时，韩佩跟他的双胞胎弟弟韩军都在车上，目前主驾驶已经死亡，副驾在车前方被发现。我们来的时候人已经昏迷了，刚被送往医院。具体点，到底是谁死还是谁伤？目前初步推测，死亡的驾驶员是韩佩。韩佩？是的，沈队。由于2人是同卵双胞胎，指纹是唯一可以识别2人的途径，所以我们现在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哎，你们先忙。哎，好的。沈队，这逮捕令刚到手，这就出事儿了。这样，大贵，赶紧找人去对比兄弟俩的指纹，尽快确认身份，明白了吗？快去。是。爸爸，妈妈，荷西。我爸当年是不是调查过韩氏集团？爸妈，我一定会查到真相的。
沈队，许东升参谋，又见面了啊！有什么发现吗？哎，你这玻璃干嘛的？哎，沈队，合着我跟你说了半天话，你刚发现我的？你这个能给我吗？我恢复完数据以后，我同步你一份。啊，不是你这有什么发现？你跟我说说。等我整理出来，再同步你一份吧。沈队，春儿呢？没过来啊？姐昨天尸检太累了，我就想让她多休息休息，所以就没叫她。啊，里边啥情况？跟我说说。尸体呢已经基本碳化了，不过进一步检测我得带回所里边去做胃内容物、气管内壁检测，还有毒理检测。哎，能判断出是死前起火还是死后起火吗？一般怎么判断死前死后起火呢？还是通过睫毛前端。不过现在烧成这样的话呢，恐怕有点困难，沈队。明白了。哦，对了，尸检报告也给我一份。对，那派你先忙去。行，那我先过去。那个，是这样啊，许参谋，你可能刚来，不太了解情况。我是这个现场的指挥，就是什么事儿吧，你们得跟我汇报。啊，就是现在你这边什么情况，你得给我个初步结论吧。行，我知道了。哎，来了，讲理，辛苦了啊！沈队，具体的我会跟赵处汇报，结论就是不排除人为。哎，你们还分拨来的呀？啊？跟沈队那谁呀？这不是你们的人吗？我们有这人吗？不是什么情况啊？还拦不住你了是不是？你说你刚接到了我这儿就不服从安排，你想干什么呀，董事长？我只想查真相。你的意思是没有你，我们就破不了案，就查不出真相？那既然都能查，为什么不能是我？行啊，你说的真相无非就是不排除人为，对吧？那你说说你的依据。首先，在严重燃烧后的车内，依然可以看到地毯上有数个助燃剂加速燃烧后留下的斑点及流淌痕迹，这些地方因为燃烧得更加彻底，留下了比周围颜色更深的痕迹。同时，痕迹与周围的色差不像是汽油助燃后的样子，所以不排除有汽油以外的助燃剂。第二，我在现场收集爆炸后的玻璃碎片时，发现这些玻璃碎片呈现两种不同的厚度，一种厚度和车窗接近，而另一种厚度不排除是盛装助燃剂的容器。第三火源，我在现场发现了打火机呈打开状态，不排除这就是火源。综上所述得出，不排除是人为的现场结论。韩佩和韩军如今一死一伤，我怀疑这个案子没有那么简单，说不定和我家的旧案有关。所以赵处，我再次申请调取当年的相关资料。行了，别说那么多了，这事儿你别管。所有的相关资料还有后续调查，全交给别人。工作就这么安排的，你服从就好。喂，老赵。哎，我听说你们这次现场就给了人为的结论。什么意思？我们现场没有出报告啊。哎，你们那许参谋说的很笃定啊。老吴，你什么时候对我们火雕处的人员这么了解了？嗨，上回那个劫持案不就认识了吗？这案子也是他负责呀。这个案子是由毛毛和蒋磊负责的，后续案件的情况呢，也是由他们俩和你们跟进。啊，哎，我觉得上回那个劫持案，这许参谋表现的好像……不好意思，老吴，我这还忙着呢。
回头再聊，挂了。韩氏集团在23年前由韩坤创立，之前是做安保起家，后面开了3家夜总会，几年间接连接管了热水器制造厂、食品加工厂以及汽车修理厂。韩坤有2个儿子，是同卵双胞胎，今年36岁。大儿子韩佩在本市一直在韩坤身边，小儿子韩军在18岁时出国并定居在了国外。这次回国是他18年以来第1次回国。1年前，韩坤突发心脏病去世，大儿子韩佩接管了他的生意。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检察院刚刚批捕韩佩，他就出事了。今天是韩坤的忌日，2人乘坐韩佩的车从家中出发去祭奠韩坤。车子刚刚行驶出陈兴路隧道不久，就发生起火爆炸，驾驶座成员当场死亡，副驾驶乘客受伤昏迷，目前正在救治。驾驶位上坐的谁能辨认出来？目前还无法确认。由于韩佩和韩军是同卵双胞胎，无法从 DNA 上区分，只能通过指纹。我们的人已经去韩佩家生活的场所去调取指纹了。至于韩军，也联系了出入境管理局，调取了他入境时的指纹。那还能不能从其他方面判断2个人的身份？我们从韩佩家的地下车库调取了监控，由于2人是去祭奠韩坤，所以衣着相似，但是平时2人的着装习惯相差非常大。经过对韩佩员工的走访以及2人的行为习惯，初步判定，驾驶座死者是韩佩，副驾驶乘客伤员是韩军。还有，在此前的劫持案中，我们就对韩佩的社会关系进行过调查。他这个人行事张扬独断，所以树敌很多。而韩军是刚刚回国，在国内基本没有社交。我们的人也联系了他在国外的工作单位，他是一名公寓律师，风评很好。行，那咱们就先按这个方向继续调查啊，注意对外高度保密。到这儿，散会。掌柜，掌柜，来。陈队，去办件事儿。关于案件详情，对外所有的说法一律是1死1伤，不能有任何类似于推测韩佩是死者这种话传出去，明白了吗？明白。还有啊，医院的名牌上也写上韩佩斜杠韩军，在派人去盯着。是，去吧。春儿姐，我去现场了，你好好休息吧。出现场怎么也不叫我呀？位置发给我。对了，新床不错。哎，回来了。现场勘查记录。火灾亡人。对，死因是车辆起火发生爆炸。现场勘查完了。都做完了，放心吧。沈队让我把尸体带回来做进一步检验。好嘞，辛苦了。这种案子一定要记得叫醒我。上一个案子做完呢，你就3天没合眼。我这不是看你好不容易才睡着了吗？死者基本情况。韩佩，男，36岁，死因是车辆起火发生爆炸。不过呢，也有可能是他的双胞胎弟弟韩军。韩佩，韩军。
你的路上经历了无数日落，哪怕多遥远，我也不计较后果。刀山火海都难不倒我，只怕你醒了也看不到我。火调是火灾调查的简称。火灾发生后，火灾调查人员通过走访、询问、现场勘验、数据分析、现场实验、检验鉴定等方式，查明起火原因及火灾蔓延扩大的成因。火调人员在现场勘验的时候，面临着坍塌、复燃、坠落、腐蚀、有毒等各种危险，因此不仅需要明察秋毫、胆大果敢，还需要具备坚定的职业信念。他们的工作成果不仅能揭示火灾发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特性，还能从实际案例中总结出宝贵的经验教训，并据此提出有效的防火建议和措施，这样就能大大减少甚至杜绝类似火灾事故的再次发生。可以说，火调工作是整个消防安全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保障我们大家的生命财产和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纠缠如烧不完的漫山野火，都怪春风吹过生寂寞。石头就不该打破，水面平和，沿路美景变成对与错。悔恨像焚心似火，血流成河，忘记爱过恨过全部都记得。